大家好，我是牛奶。接上集讲到，风尊者为了萧炎不惜同风雷阁宣战，萧炎暴锤凤青儿后，被其发现古黄血晶的踪迹。为证清白，萧炎被当众搜身。一无所获的凤青儿想不明白为什么，但他确信古黄血晶就在萧炎身上。凤青儿不想放过萧炎，雷尊者也想废掉萧炎，两人一拍即合，决定将萧炎有古黄血晶的事儿告诉给天妖皇族。到时候由凤青儿族内的强者出手擒获萧炎，幸运阁敢阻拦，就等着挨收拾吧。另一边，跟着风尊者离开的萧炎，终于是忍不住一口鲜血喷在了鹰背上。原来先前为了躲避搜查，萧炎不得已将4滴古黄精血藏在了异火之中，可是现在却有1滴血晶逼不出来了，那可是斗尊级别的古黄血晶，庞大的能量，萧炎根本吸收不完。众人又不敢胡乱的出手帮忙，生怕一个弄不好，萧炎就废了，只能眼睁睁的看着萧炎在短短不到10息的时间里变成了一个体型硕大的胖子。眼看着萧炎的身体膨胀到极致，已经有要爆体的预兆了，风尊者终于是忍不住了，双手一结印，就欲强行帮萧炎逼出古黄血晶。哪怕这样做不仅会令萧炎出现极重的伤势，还会浪费掉那滴古黄血晶，也总比没了性命的好。然而就在风尊者欲将他的能量传进萧炎体内时，萧炎却是突然睁开了眼睛，背后的古翼迅速展开。古翼刚刚出现，萧炎的身体就停止了膨胀，随后一股股肉眼可见的能量被萧炎输送到背后的古翼之中。随着越来越多的青红能量注入，密密麻麻的青红纹路爬满了光秃秃的古翼，古翼也逐渐开始生长，直到其面积舒展了将近1倍之多才停下来。与此同时，萧炎的体型也是同步缩小，直到恢复到正常状态。穆青鸾认出了萧炎背后的巨翼就是天妖皇翼，他合理怀疑萧炎曾杀了一位天妖皇族的人，不然怎么解释这又是古黄血晶又是天妖皇翼的？风尊者也有点麻了爪子，这要是被天妖皇族的人知道了，不得将萧炎追杀到上天无路入地无门。要知道天妖皇族的人，即便是他与药尘动起来都要思量一些。没想到萧炎这小子不仅抽人血晶，还连着古翼都是弄了下来。很快萧炎就将能量彻底吸收完了，感受着体内潮水般的充盈力量，萧炎没忍住仰天一道轻笑，竟然是凤鸣龙鹰。识货的风尊者眼睛瞬间就亮了，要知道这可是天下间1等1的音波，若是配合着音波斗技施展，威力极强。有些惊奇地看着这个数次给自己带来惊喜的小子，风尊者只觉得自己的老友眼光真好，不过眼下还是叫那小子快将古翼收起来吧。风尊者叮嘱萧炎以后尽量不要使用它，否则一旦被天妖皇族发现，将会有大麻烦。轻震了震自己新升级的古翼，听着低沉的音爆声，萧炎心满意足地将它收回体内。古黄血晶带来的增益可不只是速度，萧炎也是清理干净自己身上的血迹之后才发现的。他如今的皮肤隐隐透着一种淡淡的青色，其柔韧程度都能比肩一些魔兽皮了。萧炎感慨，这要是再多整点古黄血晶淬体，会不会直接把自己也给变成魔兽了？萧炎正天马行空的时候，确定完萧炎没有任何不妥的风尊者迫不及待地问起了自己的老友现今如何。萧炎将寒风暗害老师的事一五一十地说明后，风尊者气炸了，怒骂寒风是个孽畜。药尘将他从一个被人抛弃的婴儿养至成人，并传他一身本事，他居然还敢弑师，自己当初就该一巴掌拍死这个畜生。当年药尘出事，寒风对外宣布药老师炼丹时遭受反噬自爆而亡时，风尊者就是不信的，反复盘问寒风几次后，这个畜生竟然跑了。风尊者意识到药尘之死或许跟寒风有关的时候，却是再也找不到寒风了。药尘，星陨阁从未露面的阁主药尊者。听到这个名字，穆青鸾才反应过来，他们所谈论的是老师的那位生死之交。药老师阁主，没听说呀。萧炎有些懵。风尊者解释，星陨阁当年是他和药老共同创建的，只是药老不习所事，只愿挂个名头，阁内的事儿都是自己在管理。不过这事儿现在不重要，风尊者已经等不及要回去颁发通缉令，万里追杀那个孽畜了。他定要让寒风求生不得，求死不能。刚刚接受自己是星陨阁的人的萧炎闻言表示，通缉令就不用了，
于必取皮儿拔腮，一气呵成。随着一道虚幻灵魂体急忙窜出，韩风气急败坏的吼声也传进了风贤的耳朵。风尊者目光森然地望着面前韩风的灵魂，韩风扭头尖叫着就想逃跑，下一秒就被风尊者一招扣住了脖子。不要杀我，不关我的事，我也是被魂族的那些人逼的。边抖边惊叫，韩风得亏是个魂体。魂殿，听得这个名字，风尊者脸色顿时就变了。萧炎沉声表示，魂殿所谓的似乎是药老的灵魂力量，而现在老师也已经落在他们手中。闻言，风尊者更气了，魂殿要的恐怕并非只是老伙计的灵魂，或许更重要的还是他的炼丹能力。风贤想杀了韩风，再集结力量去魂殿救药老。萧炎连忙道，杀不得，因为他们还需要韩风引路，才能够找到关押药老的那一处分殿。风尊者立马逼问，药尘被关押在何处，那里守卫如何？韩风一副很害怕的样子，说出了实情，结果当场被风尊者揭穿。风尊者让萧炎把韩风的灵魂收起来，日后或许会有用。萧炎记恨韩风险恶的用心，决定用雨诺心言让韩风吃苦头。玉瓶之内凄厉的惨叫声再度响起。收拾完韩风后，萧炎问起了风尊者的打算。风尊者计划先回星陨阁按兵不动，防止魂殿将药老转移，然后暗中派人先去明城探查，期间集结一些可用强者，等摸清敌方实力后再动手，争取万无一失。萧炎则是想尽快得到3000焰炎火，提升实力。他打算和林燕一起前往中州中央参加丹塔的丹会。知晓萧炎的打算，风尊者有些感慨，随后取出一枚星玉，让萧炎遇见解决不了的麻烦就摇人，只要将之捏碎，他就会立刻赶来。多谢风老了，萧炎抱拳躬声道谢。风尊者拍了拍萧炎的肩膀，又叮嘱了一遍要小心天妖皇族后，才御兽离开。丹塔位于丹城，萧炎二人需要在拥有空间虫洞的城市中转好几次，知晓将会经过昔日老友家族的所在片区，两人决定到时顺路去天皇城看看。此时的古族林老也为薰儿带来的一个好消息，没错，正是萧炎已经来中州了的消息。先前还淡然修炼的女孩豁然转身，嘴角噙着一抹罕见的欣喜。她径直对着山峰之下行去，步履坚决，没有丝毫的犹豫。吩咐下去，我要出古界。距离萧炎他们最近的一个通往中州中心的空间虫洞位于天风城。萧炎给自己换完脸后，就去了天风城最大的一处拍卖场中溜达了一圈，收获了3种兽火。林燕虽有些惊讶萧炎为什么会买这种甚至连斗气凝聚的火焰都比不上的兽火，却没有开口多问。等萧炎买完所需物品后，两人赶到了天风城空间虫洞所在。林燕有些不好意思地掏出了一个极为简陋的银色小船，这小船是他冒着生命危险斩杀了2头6阶魔兽才弄到手的，也是那一次他意外得到了地阶中级的身法斗技伏压地火步和地阶低级的配套功法火符功。乘着船，萧炎二人进入空间虫洞，林烨负责掌控空间船，萧炎则研究起了弄焰诀。弄焰诀经过地魔老鬼的改进，不仅不需要3人共同修炼，也不会再消耗人体内的生气，但是修炼起来却是相较以前难了数倍。想要成功凝出一缕化生火的火种，必须经过3个步骤：集齐、锤炼、融合。集齐3种兽火并不难，但若是萧炎想用来支撑施展毁灭火莲，就必须得不断地寻找各种兽火，将之锤炼后融进火种。锤炼对灵魂力量的要求极为苛刻，需要在一丝丝斗气渗透进去的同时，时刻关注着火焰的变化。而将本就相互排斥的火焰融合到一起，更是个危险活儿，一个操作不当就会自爆。好在锤炼这一关，萧炎平稳度过了，就是融合的时候出了一点点小状况。萧炎融合得很专注，林燕却是看着越来越近的虫洞尽头，愁坏了。出虫洞时会有剧烈的空间波动，林燕担心会影响到萧炎，造成他体内斗气混乱，因此早早就同萧炎说好了，在出虫洞之前，萧炎得醒来。可眼看着火烧眉毛了，萧炎还闭着眼稳如泰山。林燕终于是一咬牙，准备强行唤醒萧炎，然而没等他的手拍到萧炎的肩膀，一火自动护住，陡然朝着他袭来。即便有着那怪异身法相助，也是无法避开。林燕惊恐极了，已经觉得后背被热风烘烤到开始灼痛的时候，萧炎终于醒了，及时将异火收回体内。飞速跳得老远，林燕心悸地看了一眼萧炎，苦笑：
你这家伙总算是醒过来了。歉意地冲林燕笑了笑，萧炎手指轻轻一搓，又召唤出一缕苍白如骨的火苗，正是新一代化生火的火种。有了这个小东西，萧炎的底气又充足了几分。丹玉3000焰炎火，我来了。好了，本期分享就到此结束了。视频都看到这里啦，给牛奶点个赞吧。订阅了的朋友记得开启小铃铛哟，这样就不会错过牛奶的更新啦。感谢您的耐心观看，拜拜，下期再见。